爸，我妈做的饭狗都不吃。别胡说，狗是无辜的。江成博，你就是这么带孩子的？吃这种垃圾食品？哇，你与其关心我吃的健不健康，不如关心一下爸爸的心理健康。毕竟天天被你 PUA， 他都还能活着，真是医学奇迹。江一涵，跟我回家。我不，回家就要吃你做的分子料理，我怕我分子不饱。江成博，你这个废物，除了会教儿子这些歪理邪说，你还会什么？废物这个词我听了3年，依依的小脑袋又探了出来。我爸还会爱我，妈妈你会吗？你只会爱你的 KPI。那不是苏氏集团的苏总吗？他旁边那个男的是谁？穿的好寒酸。他儿子好可爱，说话好有意思啊！快看，他们在吃路边摊，苏总竟然来这里，太意外了。苏若冰的商业帝国建立在完美的公众形象上，他不能容忍自己在街头因为家庭纠纷成为别人手机里的谈资。这里是50万，离开我儿子。你这是想买断我爸的父爱吗？可惜我爸的爱是无价的，不像你的爱需要拿财报来衡量。好，江成博，你很好。下周的精英宝贝亲子综艺，我会带林叔叔一起去，让你看看真正的精英父亲是什么样的。林天宇，他的海归精英追求者，一个活在财经杂志封面上的男人。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你也一起来，就当个司机，正好让依依看看堕落和上进的区别。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这是公开处刑，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让全国观众都看看我这个废物前夫和他的精英新欢比起来是多么的不堪。我本能的想拒绝，我只想躺平，不想去那种地方自取其辱。爸，去，我给你报仇。我看着儿子那双清澈又认真的眼睛，心里某个地方忽然被戳了一下。罢了，躺了3年，也该换个姿势了。行啊，不过邮费得报销。苏若冰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准备好的一肚子羞辱的话，像一拳重重打在了棉花上，他气得说不出话。你给我等着！最后只能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愤然转身，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像战鼓。我低头看着我儿子，他也正看着我。爸，放心，我的嘴就是你的倚天剑。1周后，精英宝贝节目组的保姆车准时停在了苏家别墅外，然后载着我和依依前往录制现场。苏若冰早就到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停在最显眼的位置。林天宇穿着一身高定西装走了下来，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光芒。苏若冰站在他身边，他们站在一起，确实像财经杂志的封面，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我和依依穿着网上30块钱包邮的咸鱼父子装 T 恤，空气安静了3秒，所有摄像机瞬间都对准了我们。林天宇最先反应过来，他挂着温文尔雅的笑容朝我们走来。江先生，江小弟，你们好。他绕过我，直接蹲下身，从法拉利后备箱里捧出一个巨大的乐高星球大战礼盒。喜欢叔叔的礼物吗？这可比某些人只能带你去吃路边摊强多了。礼物很好，但送礼物的人动机不纯。叔叔，你想当我后爸的心比这法拉利的车标还闪亮。不知道是哪个工作人员没忍住笑出了声，直播弹幕瞬间刷过一片。林天宇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十分精彩。很快到了自我介绍环节，欢迎我们的精英家庭，林先生、苏总，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林天宇，毕业于常青藤，曾在华尔街工作，目前在国内经营一家投资公司。每一句话都金光闪闪。苏若冰脸上也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淡淡的点了点头，然后话筒递到了我的面前。大家好，我是江成博。我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我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职业是江一涵他爹，特长是活着。全场再次陷入诡异的沉默，直播弹幕已经不是哈哈哈了，而是一排排的问号和省略号。主持人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他尴尬的转向依依。那依依，你爸爸有什么优点吗？我爸最大的优点就是有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不像某些人想有还得先摇号。林天宇的脸彻底黑了，苏若冰的脸色也不好看。他大概觉得我和依依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丢尽了脸。简单的开场之后，节目组发布了第一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为孩子做一道最有爱的午餐。这个环节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我的德国顶级厨具派上用场了。先拿澳洲和牛、黑松露和银咒鱼做牛排，要先用迷迭香和海盐腌制，温度的掌控是关键，火候刚刚好。大家看天宇的刀工多娴熟，天啊，林天宇也太全能了吧！我慢悠悠地走到食材区，无视了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级货，我只拿了3个鸡蛋、1碗剩米饭和1根孤零零的小葱。江先生，这是做不出菜，打算直接放弃了吗？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不能只吃白米饭。江先生，食材区还有很多选择的。我摆了摆手，够了。苏若冰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一种果然如此的鄙夷。大概在他眼里，我已经破罐子破摔，没理会任何人的目光。我挽起袖子，开火倒油，下米饭，颠勺，
铁锅在我的手腕上仿佛有了生命，米饭在空中划出完美的抛物线，又稳稳落回锅中。每一粒米饭都在跳舞，均匀地沾染上热油和蛋液，火光升腾，锅气氤氲。最后撒上葱花。每一粒米饭都在跳舞，均匀地沾染上热油和蛋液，火光升腾，锅气氤氲。最后撒上葱花。好香啊！天啊，这是什么味道？我口水都流出来了。爸爸，你是在用魔法做饭吗？哇，这味道香得我的爹都动了。林天宇的香煎和牛配黑松露汁也做好了，摆盘精致得像一件艺术品。但他看着我盘子里的蛋炒饭，闻着空气中那股压倒性的香味，脸色已经开始不对劲了。评委席上坐着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白发苍苍，据说嘴巴极刁。按照流程，他先品尝了林天宇的牛排，他切下一小块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火候不错，7分熟刚刚好，肉质顶级，酱汁也很有层次感。礼貌性的点评了几句，没有太多表情。然后他把目光投向了我这份寒酸的蛋炒饭，他用勺子舀了一小口，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怀疑和敷衍。这蛋炒饭，太美味了。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他激动地站了起来，指着我，嘴唇都在颤抖。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他激动地站了起来，指着我，嘴唇都在颤抖，最后只说出3个字：是龙魂。现场没人听懂这是什么意思，但苏若冰听懂。我看到他的身体猛地一震，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的表情。龙魂，那是传说中早已失传的国宴最高炒饭技法，能将最普通的米饭赋予龙的灵魂。苏家老爷子，也就是我前岳父，曾经花重金求过一份而不得。苏若冰震惊地看着我，这蛋炒饭怎么可能？他忍不住拿起勺子舀了一口，米饭入口的瞬间，一股温暖而醇厚的香气在他口腔中炸开，那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极致满足感，仿佛所有的疲惫和伪装都在这一刻被融化了。他的冰山脸第一次出现了迷茫和动容，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那一刻，我成了全场的焦点。林天宇那盘精致的牛排无人问津，像个笑话。那一晚，节目录制结束后，苏若冰破天荒地主动找到了我住的房间。月光从窗外洒进来，给她冷艳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就那么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就那么看着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一直都会。空气陷入了沉默，我能看到她眼神里的愧疚、好奇，还有一丝动摇。这3年，她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只是你从来不关心。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对我毫不掩饰的厌恶。他从没进过厨房，也从没问过我和依依平时都吃些什么。就在这气氛微妙的时刻，他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喂，妈，是丈母娘。她走到阳台去接电话，但房间隔音不好。苏若冰，我看到直播了，你疯了吗？你让那个废物出什么风头？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告诉你，立刻让他滚，否则家族在欧洲的新能源投资，你就1分钱都别想拿到。妈，江成博他什么他？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跟着他迟早变成街头的小混混，你是不是想气死我？丈母娘的每一句话都像淬了毒的刀子，恶毒且伤人。几分钟后，苏若冰挂掉了电话。当她再次转身面向我时，眼神里刚刚升起的那一丝柔情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冰冷和决绝。江成博，签了他。明天节目上，你必须配合林天宇，故意输掉所有比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仿佛刚才那个在阳台上挣扎的人不是他。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脏。江成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不仅要被羞辱，还要被剥夺作为父亲的权利，甚至被逼着亲手毁灭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尊严。他看着我，眼中似乎有一闪而过的痛苦，但语气却强硬的不容置喙。签了，我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不签，不仅是你，连依依都会因为你失去苏家所有的庇护。你自己选。我看着那份协议，又看着他那张冷若冰霜的脸，沉默了。我不要！爸爸，你不能这样！他一把抓起桌上的协议书，用尽全力撕得粉碎。我不要！爸爸，我不要没有爸爸！他哭着对我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儿子的哭声像一把重锤，敲碎了我心中最后一点犹豫。别哭，爸爸在。以前我懒得跟你争，但现在，你和你家的人过线了。但现在，你和你家的人过线了。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房间里。苏若冰的身体晃了一下，她大概从未见过我这个样子，不再是那个懒散颓废、任他打骂的废物，而是一个被触碰到逆鳞、准备反击的男人。各位家庭注意，今天的新任务：野外生存挑战。所有家庭需要进入节目组划定的山林区域，
利用我们提供的有限工具搭建庇护所，并找到隐藏的食材，完成挑战。这又是一个让林天宇大放异彩的项目。他拿出一套专业的户外装备，在野外辨别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太阳的位置或者树木的年轮，还可以利用手表和太阳的夹角来快速定位。跟着我，我们继续探索。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但大家别担心，我有详细计划。入口的标识牌显示了路径，大家要紧跟队伍，注意安全。弹幕上又是一片林神好帅，好有安全感的吹捧。苏若冰也明显松了口气，似乎觉得局面又回到了他的掌控之中。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吧，这才是精英，你昨天只是侥幸，轮到我们。节目组只给了我们一把多功能工兵铲、一个打火石和一卷绳子。依依有些担心地看着我，爸，我们怎么办？就这几样东西，能完成挑战吗？别怕，跟着爸，有肉吃。爸，我们怎么办？就这几样东西，能完成挑战吗？别怕，跟着爸，有肉吃。我没有像林天宇那样高谈阔论，我只是蹲下身，捻起一点泥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又抬头看了看天色和风向。走，这边。我带着依依朝着一个完全和林天宇相反的方向走去。江先生，等一下，那边是死路啊！节目组勘察过，那边地形复杂，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不懂装懂，只会害了孩子，连基本的野外方向都搞不清楚，还敢带孩子进山？哈哈哈，破罐子破摔了吧？知道比不过灵神，故意走歪路博眼球。昨天的厨神果然是昙花一现，这就原形毕露了。心疼苏总，摊上这么个不靠谱的前夫，还连累孩子。然而走了不到10分钟，依依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爸爸，你看，是蘑菇，好大的蘑菇！一片腐木下长着一丛肥美的鸡枞菌。这是什么蘑菇？看着好新鲜，有点东西啊。这摆烂爹不会真的懂户外吧？我又带着他走了几步，拨开一片灌木丛。卧槽，山药，居然还有山药！这运气也太好了吧？不对，这绝对不是运气。这运气也太好了吧？不对，这绝对不是运气。最后在一处被封的山药停下，这里的地形最适合搭建庇护所，而且不远处我听到了潺潺的水声。有水源，我们在这里扎营，安全又方便。不到1个小时，我已经用工兵铲和绳子配合自然地形搭建起一个简易但稳固的德式庇护所，又用找到的山药和蘑菇在小溪边处理干净，用打火石生起了火。另一边，林天宇还在跟他的团队为营地的选址争论不休，他理论知识一套一套，但实际动手能力一塌糊涂。哇，好香啊！当我们的庇护所里飘出烤蘑菇的香味时，林天宇和苏若冰才刚刚把帐篷的支架搭反，对比再次惨烈。这是摆烂爹，这分明是户外大神吧？动作也太熟练了，脸疼吗？我先道歉。理论派 vs 实践派，高下立判啊！林神只会说不会做，我突然觉得这个爹好靠谱，话不多，但事事都办得妥妥的，太有安全感了。苏若冰看着我这边井井有条的营地和依依开心的吃着烤蘑菇的样子，眼神里的冰冷再次被震惊所取代。他开始怀疑了，他开始怀疑过去3年里他对我的认知到底是不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这个男人到底还隐藏了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接下来的比赛我不再隐藏。接下来进入手工制作环节。接下来的比赛我不再隐藏。接下来进入手工制作环节。各位家庭需利用现场提供的材料完成手工作品，评委将根据创意和完成度打分。看我挑的这套高端乐高，拼接起来很简单。林天宇用乐高拼了一个精致的城堡，完成了。大家看这座城堡，太精致了！谢谢大家。我用几根竹子给依依做了一把能发射橡皮筋的连弩。依依，试试，很好玩的。好棒！还有一个可以自己走下坡的竹节人，依依玩得不亦乐乎。亲子问答环节，主持人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大约1万亿亿颗，这是一个天文学数字。回答正确，这是标准答案哦。我回答：不知道，但每一颗都可能是某个想念你的人的眼睛。依依抢着补充：妈妈的眼睛不算，她的眼睛里只有 K 线图。我和依依的组合，凭借着独特的相处模式和我在各个环节展现出的惊人能力，彻底火了。博神和韩王的 CP 粉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我成了全网最想嫁的摆烂老公，依依成了人类高质量幼崽，苏若冰彻底坐不住了。节目录制间隙，他第2次主动找到了我。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门口，而是走了进来。江成博，你到底是谁？我是谁重要吗？在你眼里，我不一直都是那个吃软饭的废物吗？苏若冰的脸白了白，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我知道他派人去查我的过去了，但他什么都查不到，因为江成博这个身份的前半生属于那个已经消失的原主，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我的来历不明，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他开始在节目中有意无意的偏向我。当林天宇再次试图用言语贬低我时，苏若冰会冷冷的打断他。当节目组设置了不合理的任务时，这个任务时间太短，对孩子太苛刻，希望能调整时间，公平竞赛。苏若冰会第一个站出来，为我和依依争取权益。他的这些变化让林天宇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苏若冰的心正在一点点偏离他。我真的错过了什么？3年来，
我对江城博的误解和冷漠，我的决绝，到底让我失去了多少？我该如何面对这一切？他开始真正的反思，可就在这时，一个更大的危机悄然而至。苏氏集团遭遇了创立以来最重大的商业危机。苏总，欧洲新能源项目的合作方突然终止合作，导致我们资金链断裂，股价已经连续3天跌停了。什么？合作方那边出了大问题，我们得马上想办法。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林天宇背后的家族。苏总，再这样下去，公司就撑不住了，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否则我们只能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为了报复苏若冰发起的恶意收购，苏若冰焦头烂额，连续几天不眠不休，整个人都憔悴了一圈。他那座商业帝国摇摇欲坠。一天深夜，我给依依盖好被子，走出房间，看到苏若冰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面前的茶几上摆满了各种财务报表和文件，他捏着眉心，一脸的疲惫和无助。那个永远高高在上的冰山女总裁第一次露出了脆弱的模样。我走过去，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她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有些复杂。还没睡？你怎么样？可能要破产了吧。我拿起他桌上的一份项目报告，随便翻了翻。前世作为顶级社畜，虽然专业是厨子，但为了搞明白国宴背后那些人情世故和利益纠葛，我对商业的东西也略知一二。他们想做空你的股价，然后低价收购。我知道。我对商业的东西也略知一二。他们想做空你的股价，然后低价收购。我知道，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护盘，只能眼睁睁看着股价下跌。还有办法？谁说一定要护盘？他们攻击你的新能源项目，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做，而且技术比你落后一代，这是他们的软肋。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堵这个窟窿，而是直接把你的核心技术专利授权给他们在欧洲最大的竞争对手，釜底抽薪。顺便可以联系一下精英宝贝的评委，那个叫吴博的美食家。他只是一个美食家，能帮上什么忙？他儿子是欧洲最大风投基金的亚太区负责人。上次吃饭，他对我的蛋炒饭很满意，说欠我个人情，找他帮忙应该没问题。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他以为一无是处的废物，却在三言两语间为他指明了破局的关键。那份人脉更是他花了无数代价都攀不上的。几天后，苏氏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苏氏集团正式与欧洲最大的新能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核心技术专利授权给对方。同时，吴先生掌管的欧洲苏氏起早基基金助力黎苏氏度过危机，股价应声而起，连续3个涨停。林家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因为恶意竞争被行业联合抵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危机解除，苏若冰的商业帝国不仅保住了，甚至比以前更加稳固。而这一切都因为我那几句轻描淡写的指点。从那天起，苏若冰看我的眼神就彻底变了，冰山融化，剩下的是愧疚，是震惊，是好奇，最终都化作了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情愫。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追夫火葬场模式。程博，我给你买了一辆克里南，以后你出门方便。克里南开车太累，我喜欢坐公交，还能打个盹儿，不用了。他把市中心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过户到我名下，房子大，住着舒服。房子太大，打扫起来麻烦，我只想摆烂，过简单的日子，不需要这么贵的房子。他甚至要把苏氏集团10%的股份给我。以后你就是公司的大股东，不用再辛苦，也能拥有花不完的钱。以后你就是公司的大股东，不用再辛苦，也能拥有花不完的钱。我算不来那么复杂的账，也不想管公司的事，我只会算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过好我和依依的小日子就够了。我越是拒绝，他就越是执着。他开始学着下厨，这油怎么冒烟了？结果差点把厨房点了。好了，别闹了。他开始学着说笑话，结果比他公司的财报还冷。他笨拙的、努力的想走进我和依依的生活，当然这个过程也少不了我那位前丈母娘的刁难。他不甘心，亲自下场，跑到别墅来对我冷嘲热讽。一个厨子，终究上不了台面，也配不上我们苏家。我还没说话，依依就从楼上走了下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上面播放着一段录音，正是那天晚上丈母娘在电话里辱骂我的内容。外婆，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诽谤罪最高可处3年以下9期徒刑。外婆，你刚才说的话，还有电话里说的话，都已经构成诽谤了哦。依依奶声奶气的普法，把丈母娘怼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江成博，你怎么能这样？住口！不许你这样对程博说话！住口！不许你这样对程博说话！程博，委屈你了。若冰要是再对你不好，我第一个饶不了他。你是个好男人，
他遇到你是福气，要好好珍惜。家庭内部的《甄嬛传》在萌宝和老爷子的联合夹击下，我方大获全胜。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陪儿子做饭，偶尔看看苏若冰被儿子气得跳脚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一封烫金的请柬送到了我的手上。国宴菜品交流峰会，一个我曾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主办方正是吴伯，他不知道从哪打听到了我的真实身份，盛情难却。苏若冰作为商界代表，也受到了邀请。程博，你要不要一起去？我陪你。好，一起去。有些事终究是要面对的。宴会当晚，名流云集。各位来宾，今晚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贵客，他就是失传已久的龙魂菜系唯一传人，我华夏国宴首席大厨李老的关门弟子。向所有人介绍我的身份时，全场震惊。苏若冰站在我身边，手里的香槟杯都差点没拿稳。他看着聚光灯下那个从容淡然的男人，终于明白自己当初丢掉的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无价之宝。故事的最后，我和苏若冰复婚了。下面请新郎说一下，你为什么要再次跳进婚姻这个爱情的坟墓？因为我找到了我的唯一，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